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黄炯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空间呢，就可以在应该说是全国第一批吧，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啊，体验到苹果在应该说昨天啊，这个刚刚发布的 iPad Air， 然后这台机器在我手上，而且这个是最新的这个蓝色的版本，官方给的名字呢叫天蓝色，但是我实际拿到之后呢，感觉有点点灰蓝色那感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场这个灯光的问题啊，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全球首发了5纳米的 A14的芯片，不可换真体验，咱们赶紧去看一看。那边人比较多啊，我就跑到旁边来了。这台这个蓝色的版本呢，它官方给的名称叫做天蓝色，看光打上去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那种淡淡的那种蓝色的感觉，并不是特别的明显。它是一个10.9英寸的一个版本，而且只有这一个型号。总体的这个质感方面呢，其实跟 iPad Pro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。就我拿到的时候，感觉这就是一个 iPad Pro， 而且它也是非常非常薄的，只有6.1毫米。有几个点吧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，比如说这个3个触点它也是有的，然后下边呢变成了这个 Type-C 的接口，还有就是在镜头方面，它是和 Pro 版那个镜头呢是一样的，它也是1200万的，不过它没有闪光灯，顶部的这个指纹和这个电源合在一起了，这一颗按键，刚才我摁了一下啊，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呢，它是表面做了这种抛光的，就是它是亮面的，而且是每个颜色它都做了这个相同的这个按钮的这个底色，就比如说粉色的，它上面就是粉色，蓝色的就是蓝色。第一次用到时候，我感觉梦回 iPhone 4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这个位置跟 iPhone 4的那个电源键的一个位置是一样的。我现在手里的这个颜色呢，就是这次最新的这个绿色的这个版本。其实这个绿色还是挺青春的，而且特别这个贴合女孩子的这个气质，我觉得有点那种草绿色的那种感觉，草绿。看它这个顶部也是把这个电源和这个 Home 键呢也做成了那种浅绿色的那种效果，就是一体性还是比较强的。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，我觉得有点列文虎克了啊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啊，就是这个 Type-C 接口里边那个塑料的接触点，它也给弄成绿色的了。表面的这个涂层方面啊，这也是有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抗反射涂层。其实抗反射涂层，这个内容呢，在之前 iMac 那期视频中呢，我跟大家聊过，它这个是涂层，所以说这个后期使用上呢，我不知道会随着使用的时间呢，有一些这个磨损或者说减弱。但是这个新机呢，我们现在体验着，你看这个灯光，这灯光其实是非常强的，在我头顶上这个灯光，然后但是它就是反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亮点，我头顶上这个照的我头都特别热。相比于之前的 A12 呢，在 CPU 和 GPU 方面呢提升了40%和30%，但是那个是 A12 的，相对于这个 A13 来说，综合提升了 CPU 和 GPU 在10%几吧，大概是这个空间。其实这也比较符合现在每一代这个处理器的提升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啊，还是地表最强啊，这个无人能出其右，比这个 A12Z 还是要强的。其实它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 Pro， 它还是有区分的。这个跟这个 Pro 的小伙伴说一下，比如说它没有这个120赫兹的这个刷新率的屏幕啊，这个其实对于大屏的这个设备来说，尤其是 Pro 版的这个设备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对于这个专业用户。扬声器方面啊，这个 Pro 版的用户再让你舒服一下啊，就是它是双扬声器，横向双扬声器的设计，但是呢，它做了4个开孔。这个是原神的这款游戏还没有上线啊，其实就可以从这游戏呢感受一下 A14 的这个性能吧。你看这个实时的光影的这个效果，然后包括我现在是一个在教堂的这个空间啊，它里边有很多这种粒子的渲染，就是没有任何的掉帧。双扬器的效果呢，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吧。4个开孔，就是你无论在哪个方向使用这个 iPad 的时候，你下边挡住2个，其实都没有问题。又变声啊，放一些比较厉害的招也没有问题。火，非常帅，非常帅！刚才我就把所有的招都放遍了啊。A14 的功能，因为这个游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吃性能的吧。刚才人比较多，然后我为了等颜色呢，就坐在沙发上玩了一会儿这个游戏，高强度的这种场景，玩了一会儿这个发热上其实也还 OK。对于内存的版本上呢，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买的稍微的大一些，因为 A14 的这个芯片现在是最新的，它使用的时间是非常长的，你买一个大内存的，它的使用寿命也会更长一些。而且这个 ID 设计其实苹果在短期内呢也并不会改变。还有就是在收音的麦克风上，那个是专业的录音棚级的5麦克风，其实那个麦克风的效果还挺强的。这个其实就是在发布会当时演示的那张，然后我把它放大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
这个它衣服还有就是它裤子这些边缘呢，已经出现了锯齿。咱们先把它缩到人的这个框架里，这个小标识，它会非常快速的来进行类似于修复这样的一个操作，看，非常明显。而且呢，它最主要的是我可以实时的来拖动中间的这个对比条，也修复的非常的好。一张非常漂亮的风景，然后我们点击编辑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类似于一键优化的功能，哎，瞬间它就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效果。看似它只点了一下，但是这里它有30几项，全部都给你做了调整。OK， 现在我手里的这台呢就是 iPad 8，这个拿上之后的第一感觉，这个尺寸和刚才那 iPad Air 是一模一样的。刚才我也对比了一下，它们在外观 ID 的这个尺寸上就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在这个屏幕的尺寸上呢，它是有一些缩减，它是这个10.2英寸的一个尺寸。咱们细想一下来看的话，我个人觉得论绝对的性价比来说，其实这个它叫 iPad 2020啊，应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。它换上了这个 A12的这个处理器，对于2000元出头的这个价格来说，真的还是性价比挺高的。正面的实体 Home 键的这种设置，它并不是全面屏的一个设计，肯定要做这个 ID 上的一个区分。然后后背上呢，这个摄像头呢也是不凸起，就不是这个1200万的这个镜头了。非全贴合的屏幕啊，我体验下来就是看着有点不舒服，就是你使用是没啥问题的，就是看着，因为它里边会有一个黑边。侧边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这个黑边有一定的深度，大概有个1毫米左右吧，这个深度感，就是我点击屏幕的时候，跟我这个想要的这个内容有一点距离感，哎，这个就是非全贴合屏幕的一个小缺点吧。某平台是吧，进行一些补贴上车的话呢，我估计1999啊，甚至就可以拿下。但是如果你对这个非全贴合的屏幕比较介意的话呢，我建议你去线下看一看，要不然你拿到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。OK， 这个就是苹果目前所有的 iPad 全家福。刚才呢我也问了一下，就是 iPad Air 的配件呢，其实是和 Pro 呢都可以通用的。你看后面这里，看之前我在工作室体验那个。这个 Pro 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这个东西总体加起来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啊。其实 iPad 这边呢，这个还是 iPad Air 的意义性比较大吧。其实它算是做了2个前瞻，或者说这个苹果就是先给你看一眼是吧？就是蓝色，然后还有就是 A14，告诉你下个月的这个手机也稳了啊，不需要担心。然后还有就是上市的时间，这个8代呢是比较快的，好像是20号吧，你就可以买了。Air 呢可能得到下个月10月份，我觉得应该是配合 iPhone 12一起来上市。Pro 的用户呢也并不需要太担心，这个毕竟还是有很多差别的吧，有几个重要的点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那么重度的、不那么专业的用户，目前应该最值得入手的 iPad 系列的产品，应该就是这台 Air。这个无论是芯片、ID 设计还是各个方面，其实做的都是比较的全面了，而且还有新的配色。OK， 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等着这个量产的产品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再详细跟大家做体验。OK， 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就可以了，后续我们会持续放出的体验，而且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iPhone 12全系列的体验。不关注点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